人家才是专家。他唱跳厉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卡米拉。今天要聊的这个人跟我还有点缘分呢，光明正大论词。我们的中文名字都有一个言字，然后我们的英文名字都有一个卡字，只是呢，别人叫我卡姐，可是叫她卡皇。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最近因为浪姐又再复爆红的韩裔美籍女明星，曾经因为少女时代而火遍亚洲的 Jessica 郑秀妍。很多人认识郑秀妍也是通过少女时代认识的，当时这个组合真的是红遍亚洲。那说到她的成名史，其实挺有趣的。她从小在美国长大，后面是因为跟妈妈一起回国探亲，在韩国的街头被星探发掘，然后直接送去做了练习生。能想象吗？那时候她是11岁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，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梦想，就是穿得美美的走在马路上，然后说不定就有一个星探告诉我说，哇，你长得真好看，我们去做女明星吧。想起来好幼稚啊，至少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，巴特并没有实现，但这个却是 Jessica 真正成为明星的第一步。当然这明星这路也不是特别好走的，我们都知道韩国练习生挺苦的，在没有成团成名之前，其实他们的生活真的属于很苦很艰辛，尤其是对于10几岁的孩子来说真的很不容易。但一般呢，成团出道也就是5、6年差不多了，但是 Jessica 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，可以想象这7年她都经历了什么。08年的时候，她呢作为少女时代的成员出道，也成为整个团体中作为练习生时间最长的人。14年的时候，因为团员的离开，以至于她当时的这个舞台梦也戛然而止。当时还引起了不断的网暴，甚至最夸张的是说，有一部韩剧把两姐妹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，诅咒她们。What？ 这个事情真的挺恶劣的。我最近身边也有人经历了类似的事情，但是处理的并不是很得当。我再回头看一看当时 Jessica 的处理方式，真的属于又大度又大气。她呢就在 ins 上面发了一句话，我们一起好好活着。很多人都会认为她应该天然的天生内心就是很强大吧，其实后来通过她自己的采访和她妹妹的采访可以看出来，她其实是一个内心挺脆弱挺敏感的人。那经历了这样的起起伏伏，能够走到今天，说明也是一路打拼过来，加上自己的调整，最终成长成内心如此强大的自己。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她都没有露面，但是粉丝依然很爱她的原因。但说回来，除了这个性格坚强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人家真的有真本事。很多人开玩笑说她的舞台表演就真的可以自己一人成团。vocal 非常的棒，得到了那英的赏识，因为识别度很高，而且声线非常的漂亮。同时她的舞姿被人们称为慵懒又自信的感觉。什么叫慵懒又自信啊？听上去应该就是那种有力道但是又看似毫不费力的感觉。她呢是说把自己的每一块肌肉都运用到位，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效果。反正就是虽然她跳着一些相对比较柔美的舞蹈，但是因为她的肌肉控制力极强，以至于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就让你觉得怎么说呢，反正万千少女喊她老公就足以证明了吧。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a lot of female fans of you in China, and some of them even said they want to marry you.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n that? Of course, I cannot marry them, but I think it's very cute.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，就是她的表情管理。你有没有因为太高兴的时候直接露出牙龈呢？笑到眼睛都没了。最近反正我自己在补充自己的表情管理，然后就开始在看 Jessica 的舞台，真的觉得收益颇丰。你就觉得这么大幅度的舞蹈动作和唱跳，还能保持这样的表情，哇，真的太厉害了！这个7年的练习生生涯真的是没有浪费。那经历了这个大起大落，很多人可能也就默默告别舞台。她呢，选择告别舞台的方式是开启了另外一段新的人生。除了舞台表演之外，其实她自己还是韩国的时尚鼻祖。据说机场街拍就是因为她引起的风潮。
现在再看看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明星，还有谁没有过机场街拍？当初的第一人其实是 Jessica 郑秀妍，她经常要坐飞机，所以就做了很多机场街拍的造型。没想到不但火了，而且引起很多的明星，甚至到现在都依然在效仿。像有一些机场明星啊，就是穿的真的有点像去走秀，用力过猛，但有的也可能太不讲究了。他呢是看得出来是有精心搭配，但是又并不费力。他很喜欢穿像裤装、可爱的小裙装，甚至一些西装套装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真的会出现在职场女性衣橱里面的单品。所以如果平时你的日常出门也是这样的风格，不妨去看看她的机场街拍，找一找灵感。那说进入时尚圈呢，她也并不是只是出席活动这么简单，人家是拥有自己品牌的。她的品牌名字叫做 Blanc and Eclair， 这个品牌在全球现在已经拥有40多家店铺，而旗舰店就开在纽约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上面。据说就这一家店，1个月的租金都要40多万美金，你自己换算一下。刚开始品牌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唱衰，说他这品牌肯定活不下去，绝对做不好的。结果，嘿，4年后啪啪打脸，只用了4年时间，它的纯利润都已经达到200亿韩元了。据说在2018年的时候，收益已经达到300亿韩元。这个品牌最初呢是以做太阳镜和牛仔起家的。Jessica 自己也确实是一个穿牛仔穿得出自己风格，而且穿得很漂亮的人。然后现在呢，除了服饰线之外，他们还推出了护肤线，等于说全领域都在通吃。如果你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品牌，相信你一定也看过一个楚号的小 logo， 那个就是那个品牌他们的服装标志。除了 Jessica 自己经常机场街拍带货之外呢，现在很多的明星也都在自发的为她带货，因为很多的明星都很喜欢她的单品。和一些过于夸张的明星穿搭不同的是 ，Jessica 的穿搭并不会太多的选用大品牌，除了自己的品牌之外，她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的轻奢品牌。总而言之，你会看她的机场街拍有一种亲和感。看完她的成长履历，然后也看过她的舞台之后，我真的是路转粉，现在开始喜欢上 Jessica 这个姑娘。最重要的原因，你就会发现她的反差萌也太可爱了吧，就属于外表看上去非常的高冷，但是内心还是个小女孩。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在真人秀里面你会发现她是一个特别真的人，但同时又是一个搞笑天王。我记得我自己也说过，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自己20多岁，但20多岁并没有错，每个人都要经历20多岁这个不管不顾，然后努力去尝试，然后努力去试错的这个阶段。我只是更喜欢自己30多岁之后，慢慢的能够看淡一些事情，依然在做加法的同时，但也已经开始陆续做减法的生活。在我看来，30多岁的 Jessica 作为这个姐姐的年纪的她，是她活得最漂亮、最精彩的时候，因为她已经经历了很多，也看过了很多，也看淡了很多。此时此刻，她就变得更加的自信，她可以去更真切的向大家表达最真实的自己，就像她的舞蹈一样。因为他已经把每块肌肉熟练的掌控了，看似毫不费力，但是这些力量其实力道都在自己的内核里面。现在让他已经运用的游刃有余。如果你也想活得毫不费力，但是同样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Jessica， 说不定你也会深深的喜欢上这个姐姐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此。卡姐好料，我们继续去聊一些热点明星、好剧、好电影，还有时尚品牌的故事。你们更想听什么的话，就欢迎留言给我。卡姐好料，我们一起慢慢聊。我是你们的卡米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